嗨，大家好，终于又到了一年的最后一个月，所以今天带来的是有圣诞风格的巧克力蛋糕。蛋糕部分需要的材料都已经写在屏幕上了，接下来我们把油和水放到碗里进行搅打，让它们形成这样一个乳浊液的状态。面粉过筛加入混合液中，玉米淀粉过筛，可可粉过筛，混合在一起，不用搅得太厉害，只要到没有干粉的程度就可以了。准备2个蛋黄加入到刚刚的面糊中，将蛋黄和面糊混合均匀。如果这里面粉筋性稍微比较强，面糊比较硬的话，就是这样翻拌和向下压的手法慢慢搅拌就好，画圈圈搅拌是没有用的。将2个蛋清倒入空碗内进行打发，打发的过程中分次加入糖，打到提起来有小小的弯钩，就算是打发完成了。不要打过了，不然后面很难混合的。加1/3打发好的蛋白到面糊内，用翻拌或者这样转圈圈的方法混合到一起就好了。记住一定要快，不要害怕消泡。混合好的面糊倒入打发蛋白的碗里，使用从底部向上翻拌的手法进行混合。一边翻拌一边要转这个碗，可以让它更好更快的变得均匀起来。混合好的面糊从高处倒入一个活底模具中，我使用的是5寸加高的模具。进烤箱前从高处摔几下，摔出大气泡。烤箱预热到150度，烤40到45分钟。出炉之后，快速的从高处摔下来2下，摔出里面的热气，这样蛋糕就不会回缩，然后立即倒扣放凉。趁着这个时候可以准备一下糖浆，我直接从超市买好了糖浆，兑了一点水，搅拌均匀就算完成了。蛋糕完全放凉之后需要脱模，四周划一圈，倒扣过来，活底模具就可以脱模了。这个时候蛋糕旁边有很多碎屑，我们可以用手把它们拍下来。底部的脱模就是用手这样往里按，很容易就脱开了。用这样的面包刀将蛋糕均匀的分成3层。当然不得不说，我的刀工还不是很好，它显然不是非常的均匀。在切好的蛋糕片上都刷好我们准备的糖浆，一定要刷得均匀一点，而且这一步不可以省略，不然蛋糕口感会发干。这个5寸的小蛋糕我准备了250克的奶油和奶油重量1/10的糖，建议大家记住这个比例，以后打发奶油再也不用纠结放多少糖了。高速打发到出现纹路之后转低速，打到还有一点点流动性的时候就可以停了。抹一点奶油到裱花台中间，放上蛋糕片，这一片是最上面那一层有点开裂的，我们放在最下面。取一点奶油，用刮刀慢慢的刮平，用手把覆盆子撕成小块铺在奶油上，再取点奶油继续刮平，奶油的量保持在覆盆子可以这样隐约透出来就可以。放上第2层蛋糕片，重复以上的操作。放上最后一层蛋糕，整理一下蛋糕的四周，抹上薄薄的一层奶油，让蛋糕屑不会继续往下掉。将剩下所有的奶油都倒在蛋糕的顶端，用刮刀将它们往下压，铺平，同时旋转裱花台，把表面收得平一些。四周的奶油先用刮刀整理一下，整理均匀之后旋转裱花台，把表面收平。最后这个边边用刮刀向蛋糕的中间这样收一下，收平，再整理一下表面。这些巧克力碎是我把巧克力融化后铲出来的，你也可以直接买一块巧克力，把它切成这样长长的碎屑就可以了。把巧克力屑撒在蛋糕上，模拟冬天落叶和松树皮的感觉，放一点自己喜欢的水果上去，我放了覆盆子和蓝莓。蛋糕四周也贴上巧克力，用手直接按上去，如果手温过高可以买一个手套戴着。我还加了几颗亮晶晶的糖，模拟有雪花落下的感觉。将蛋糕从裱花台转移到盘子上，用2个刮刀在底部十字交叉转移会比较稳。好了，有圣诞风格的巧克力蛋糕完成了。
切一块试试味道。整个蛋糕的层次还是非常分明的，巧克力蛋糕、奶油夹层和覆盆子都很清晰。味道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跟黑森林蛋糕有一点相像，但是因为用了戚风蛋糕胚，所以更加的绵软。覆盆子加巧克力的搭配其实很像樱桃和巧克力，如果你不喜欢樱桃加巧克力的味道，可以试试用覆盆子代替，味道真的非常的好，值得一试。好了，我吃完了，这里是我总结出来的菜谱，供大家参考。今天也是感谢大家观看的一天，让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